我大爷今天上我家来了，说现在下大雪了，出门也不方便了，而且这岁数就是见一年少一年了。哎呀妈，整挺悲壮，我寻思体检去了呢。后来整明白了，他在外面打2天麻将没回家，今天早5点回的时候，发现我大娘把锁换了。我寻思我大爷做点好吃的吧，这回去之后生死未卜呢。酱了一锅大肉、骨棒、猪蹄儿、牛腱子啥的都有了，还烤了几根骨髓。我断定他的膝盖回去之后不能轻使唤，提前给他补一补。还拌了一碗鸡翅尖。这翅尖没啥特别的，我就觉着我这一大罐剁椒再不使就要过期了。他70多了也没孩子，他的试错成本比较低。文爷给我大爷整点抗饿的，我把鹅肝和牛肉饼煎了煎，给我大爷做了一份加厚版的三明治，我整了一份摇一摇的老盒饭，再次证明韩剧都是骗人的。我弟摇的大动脉都要震开了，我看这饭也没有变化呀，还炖了一锅东北大炖菜。就这个菜吧，它在东北其实是一个时间线，只要家里炖上这么一盆热气腾腾的大炖菜之后，我和大鹅就都知道冬天要来了。来吧，吃香香的半截儿酱肉烧鱼，这个前帐3连烤髓冬炖烧鸡儿摇饭牛鹅3炙肥鸡。我大爷讲究人，菜可以吃别人家的，但酒必须得喝自己带的。他带的红星蓝瓶，我感觉我不大点的时候就看他喝这酒。你看这纯粮小金标，那纯粮酒，入口柔顺，那酒香还特别浓。哎呀，这老头2宿没咋睡，愣是扛了一整箱酒上我家来的，真不怪我大娘换锁呀。完，我跟你说，东北男人喝完酒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爱吹自己的家庭地位。我大爷说，我大娘现在就是拿8抬大轿抬他都不回去。晚上我大娘来电话说，你今天晚上不回来就再也不用回来了。零下10来度的天，我大爷连围脖都没带就跑过去了。我今天早上给我奶去送点水果，完我奶说这2天有点牙疼，晚上要有饭的话整点软和的，但是特意强调了啊，是牙疼不是胃疼，肘子别耽误了，炖烂乎点就行。最近莲藕不错，给我奶做了一盘鲜藕丸子，这个真特别好吃，你没有孙子也让他给你做一下。完了蒸了不少金头巴脑馅的包子，给我奶压的都非常烂乎，没牙也能吃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们同学听说有这包子，打3个小时出溜滑来的，着急忙慌吃了4个包子，又打3个小时出溜滑回去了。下大雪了，给奶多囤点口粮，炒了一个古早蛋糕，正好泡着奶吃，还炒了一盘肉松。就这点肉松，我弟撅那扒了2个多小时，我站那炒了1个多小时。我说奶呀，孙子和外孙子不能做到更多了，俩20多岁大小伙子折腰给你炒的呀。头2天给钱老丈邮了200斤大米，换回来这个豉汁凤爪的配方。来吧，香香的肉蛋豆、金巴包、汤肘、排玉糊、肉土泥、豉爪、虾西、藕丸、松、骨膏、疙汤，这就往奶家去了啊！看看那肘子能不能治一手我奶这牙。我今天领你们看看我大哈尔滨的冰糖万物啊！先看一首冰糖大树，再看看这个冰糖树叶子，还有冰糖早餐车、冰糖大铁门、冰糖小路灯、冰糖电线。这一口是枸杞亲测啊，说还没太到时候，稍微有点淡。那些说要来哈尔滨找我干饭的朋友们，抓紧吧！就这么说吧，雪已经不小了，我和大鹅都准备好了。下大雪了，想给我奶炖只大鹅，但是活的我抓不着，死的我买不着。也就是说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之中，我和大鹅都没有准备好双向奔赴。我说奶呀，不行，你考虑考虑错峰吃鹅吧。跟我奶说了，下大雪的仪式感必须得有。咱奶的仪式感非常简单的，就大肘子和大包子。所以我今天包了个肘子馅的大包子。下雪我弟也很兴奋，我俩去买菜的时候，他们在雪地里跑得比大鹅还欢实，我都怕他让人抓走了。我给烤了一锅半老包，他说我今天必须给你吃出个新吃法来。我天哪，菠萝包里搁上肘子肉，再来一口大蒜瓣，那叫一个前账看了会流泪，不懵不是广东人呢。完，我奶今天还点了排油条、肉段烧茄子，还有这个撒烧烤料炒的肥牛。我说奶呀，这下雪你不能出去溜达去，你不消化呀。我奶说，我今天教你一个道理，叫下雪天吃冰糕。我图的就是这个劲儿。这雪天做完饭也不想收拾了，往常还得擦擦油烟机和灶台啥的，多累呀。
来吧，吃香香的青丝儿、锅包、肘包、酒蛋、煎饺、扒羊、烤牛、虾豆、段茄、藕盒、蚝生。上我奶奶，我俩也没啥心思吃啊。我说奶，你慢慢吃吧。下雪路也滑，我俩先回去了。我们同学的对象减肥，说挺不住了，要上我们家改上一顿。但是晚上这小子自己来的，他说减肥的人看着这一桌子，吃不吃他都生气，索性就干脆没带他对象。完了，他管这种行为叫逼逼带吃。蒸了几个黄金流沙包，就这么说吧，你永远可以相信我前老丈人的教学能力。完了烀了个肘子，一半让我炒辣白土豆片了，还有一半让我连着豆角一起焖面了。我们同学还舔脸给对象发视频呢，我心说哥们你可真是刀尖上舔血。天凉了，包了一锅猪肚鸡。完，我寻思他俩刚开涮，我再配点青菜。现在菜不知道咋的了，我这一盘芦笋花了20多，卖菜大姐都不好意思了。他说小伙，你年轻轻的不行，你多吃点肉吧。完了我就买5花肉去了，炸了一盘小酥肉，还做了一份锅包虾仁，生生的让他从大盘菜给我吃成小盘菜了。烤了几个凯撒大帝，自己家烤，芝士必须得铺满，还烤了一锅旺仔小馒头。来，我把所有料都捏一起，烤了一个旺仔开花大馒头。我现在又能找个小学复读，我必是班级中的王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溜包、肚鸡、卤烤、拌好、肘辣土、地鲜、葱参、凯蒂、五肘豆面、小酥、大小旺丸、锅虾。我们同学一边吃一边捣鼓说完了，我对象要知道我这顿吃那么好，我可能要恢复单身了。咋的，你又忙活一下子？忙活了一天的流程，我准备开始吃饭了，准备开始发朋友圈了。我们同学过2天就要领他爷他奶上三亚了，完今天小聚一下。但是他爷他奶年龄大了，坐不了飞机，只能坐火车。哎呦，我哈尔滨到三亚坐火车，我说哥们，你这趟是押镖去了呀？老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，所以这顿必须得有烤包子呀。这包子刚开始馅儿多了，完就使劲往里包，后来觉得馅儿不多了，就加了点洋葱。再后来啊，馅儿里没肉了，我就直接包了俩洋葱馅儿的。完，我们同学含着眼泪跟我说走之前我能不能点2个菜，一个是你给你奶做的肘子烩饭，还有一个是你前老丈人给你做的那个广式给包。真的，就他那个眼神真诚又笃定，我一下没整明白，我说你是要走啊还是要走了？我说咱今天吃的是饭呢还是席呀，哥们儿？我弟说哥你别跟他生气了，你看看我点这俩菜，他点的麻辣拌、剁椒鱼头和酸豆角炒肉末。哎呀，我真是我弟从来就不愿意吃那老爷们吃的东西，你发没发现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煮饭、红肉、山排汤、浇头、碧虾、烤包、藏宝、麻拌、土茄、蒜末。完，这小子说这顿饭还有一个目的，想要走我炖肘子的秘方。我说干啥呀？你要上三亚开饭店去呀？他说不是，主要从来没单独和他爷他奶待半年以上，他也害怕老头老太太吵着，想多一门平事的手艺。